您好，我们是您叫的上门保洁。好的，麻烦你们把总裁会议室打扫一下。不麻烦，您放心，我们一定打扫得很干净。欢迎乾坤宫见过夫人。什么？秀兰，你是董事长夫人？欢迎首席执行官周国栋，见过夫人。什么夫人？我就是个保洁，你们认错人了。夫人，董事长找您很久了，请您继承环宇集团。秀兰，这是怎么回事啊？恶作剧，应该是他们公司团建拍短视频戏耍咱们这些保洁。哎，小美，这单你来，我赶下一单。夫人，老婆，崔峰，怎么是你？老婆，这么多年你始终不肯见我，我只能出此下策，以打扫卫生的名义把你找来。你一个全球首富找我这个保洁干什么？我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老婆，在你离开我的每一天，我都后悔找来小三，还鬼迷心窍的把你们母女赶出去。只要你肯回来，我马上把他们全部赶出崔家。崔峰，如果你找我来就是想说这些的话，抱歉，我没时间。老婆，我想求你重回环宇，继承财团。什么？让一个保洁来打理环宇集团？苏醒！老婆，当年环宇3年成为全球第一集团，我成为全球首富，所有人都说我是商业奇才，可只有我知道，你才是那个传奇。环宇不能没有你，环宇只有你才能成为商业帝国。什么集团，什么财产，我不稀罕，我只要能和女儿平淡的生活下去就可以了。老婆，怎么了，莲莲？妈，婆婆逼我陪酒，我在霓虹歌厅。什么？小美人，今天只要陪我喝高兴了，我马上就向周家注资2000万。陈莲莲，你见我们周家这么多年，吃我儿子的，用我儿子的，也是你该回报的时候。今天这个酒，你要是不赔，我就让我哥跟你离婚。妈，亲家婆，你还是人吗？你让我女儿去陪酒？程秀兰，这一位可是雪松集团的王总，只要他玩开心了，马上就会向大夏银行注资2000万。2000万，你知道多少钱吗？就是，那可是2000万，别说是让他陪酒了，陪睡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周书瑶，你自己怎么不去陪？我的女儿金枝玉叶，这陪酒啊，也该是你的女儿去陪酒。不让你女儿去陪酒，难不成这2000万要靠你这个保洁来出？够了，不赔就算了，我王松祥什么样女人找不到？合作终止。王总，王总，陈莲莲，都是你搞砸合作，你给我滚出周家！婆婆，就因为我不愿意去陪酒，你就逼我跟你的儿子离婚？我逼你？我儿子如果娶的是名门贵女，合作早就达成了。你这个臭保洁的女儿，你能干什么？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给签了。离婚就离婚。莲莲，以后妈妈养你。不，这不是我老公的意思，我要去找我老公。就你，安子他。妈，我不要跟我老公离婚。不想离婚可以啊，让你这个做保洁的妈拿出2000万。不就是2000万吗？这笔钱我来出。
周淑芬，2000万我给，别再逼我女儿。2000万，你这个收马桶的拿得出来吗？不会是要去陪酒吧？滚！你们两个给我滚！再不滚，我报警！你就算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2万吧？等明哲回来之后，这婚你定了。舒瑶，我们走。陈莲莲，你本来就配不上我哥，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妈，是不是真的配不上周家？可是我老公对我真的很好，我不想离婚。莲莲，你怎么可能配不上他们家？很快，就是他们家配不上咱们家了。什么华尔街股神，天天来，天天来。一个月来多少次了？崔总说不见就不见。谢总竟然连股神都不见，那我岂不更没戏了？走吧走吧，我们就更别想见到崔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京市第一财团环宇集团。你一个保洁来这里干什么？我找崔峰。我们公司世界500强，想见我们总裁面的人如过江之鲫，但连崔总面都见不到。就你一个保洁，也想见崔总？崔峰，你个老不死的，要是还没咽气儿的话，赶紧给我滚下来！这谁呀？疯了吧？竟然敢这么叫崔总！我看是想碰瓷崔总，想疯了吧？崔总不见，赶紧滚！怀玉董事长竟然真被这个保洁给叫出来了！老婆，你终于肯来见我了。这个保洁竟然真是怀宇集团董事长的老婆！哎，废话就不说了，你现在就把环宇集团的转让协议拿来吧。这份协议是环宇集团的转让股权，价值300万亿。过户协议我们会尽快办理。还有这张支票，在大厦任何一家银行都能兑付，您先用着。大厦银行，我女儿的婆婆不是刚好是分行的行长吗？恭喜陈总同场集团。那这张支票我就收下了。我刚好要向我女儿的婆家银行注资2000万，这样周家总没有理由再逼我女儿离婚了吧？你好，我来取钱。2000块钱以下，门口自助取款机。哎，我要取的有点多，自助取款机可能不够。那大妈，那你想取多少？3000还是5000？不会是1万吧？比1万还多点吧？抱歉啊，10万块钱以下，本柜台也不受理。我要取2000万。大妈，你能别在这儿无理取闹了吗？你知道2000万是多少钱吗？你知道2000万后面是多少个零吗？怎么，2000万柜台也不办理？就凭你一个保洁，可能吗？保洁就不能有2000万？你知道2000万是多少钱吗？都能把我们整个大厦分行给买下来了。就凭你一个保洁，可能吗？你查一下嘛。什么？居然是真的？难道这里面真的有2000万？居然连我都没有权限。我可以取钱了吗？大妈，这张支票上面还印着环宇集团的 logo， 还皱巴巴的，谁知道你不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你放心吧，2000万的支票而已，我还不至于冒领别人的。就凭你这个保洁，
这张支票如果不是你的，后果很严重。我有什么后果？冒充他人带领支票是违法的。大妈，请您配合我们进行人脸识别。什么？人脸识别通过？这张支票真是你这个保洁的？那既然核验已经通过了，我可以取钱了吧？我是银行的高级会员，经我手的业务可都是几百万，我怎么可能会没有权限？这张支票肯定有问题。喂，经理，这边有张银行支票，显示我的金额权限不够，需要您亲自过来一趟。什么？连你都没有权限？那岂不是千万级以上的大客户？你等着，我马上到。大客户在哪呢？啊？经理，客户在这儿。一个臭保洁怎么会有那么多钱？肯定是你机器出故障了。我倒要看看这个臭保洁的支票里边到底有多少钱。怎么可能？连我都不够权限。经过我手的业务可都是几千万，这张支票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喂，副行长，这张支票金额限制，我没有权利，麻烦您过来一趟。什么？连你都没有权限？我马上过来。哎，好嘞，好嘞。你说这个保洁不会真有上亿吧？怎么可能？待会儿看行长过来怎么拆穿他的骗局。那大客户在哪儿啊？快带我过去，别让我们的贵客久等了。副行长，贵客在这儿呢。就他？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客户。大姐，因为银行100块钱的业务无法存取，所以金额太低也会显示金额受限。什么呀？原来是这个保洁支票余额太低，系统识别不出来呀！哎呀，我还真以为他是个隐藏富豪呢。就是。这张支票里的钱还不至于这么少。大妈，你以为你有多少钱啊？这里可不是你无理取闹的地方。银行经理的权限在上亿元，你以为你有多少钱？既然你想查，那我就帮你核验一下。大妈，你为了把这支票里的几十块钱取出来，也是拼了。哎，实在不行我转一顿饭钱，别在这无理取闹了。够了，余额显示了。这是多少个零啊？快看，金额还没停。这个保洁怎么可能会有2000亿？这怎么可能？你们居然敢得罪2000亿的大客户，都给我闭嘴！陈女士，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跟我一般计较。陈女士，您原谅我吧，我好不容易才爬到高级职员位置的。那现在我能取钱了吗？能，陈女士，像您这样的大客户，也只有我们的行长有权限。陈女士，你还需要办其他的业务吗？帮我从账户里取2000万，然后注资到你们银行集团，用于资金周转。你稍等一下，我这就打电话给他。喂，周行长，我们这里有位大客户要向集团注资2000万。2000万？你千万稳住他，我马上就到。是，我一定安排好他。哎，陈女士，你先在贵宾等候室稍微等一下，我们行长马上就到，你这边请。连连，周家让你去陪酒，不就是想让你解决银行注资的问题吗？这个事情妈妈帮你解决了。妈，你别胡说了，那可是2000万的资金空缺。我现在就在大夏银行，你来了就知道了。周连连，你妈不是说给周家投资2000万吗？人呢？不是躲起来了吧？贱骨头，我看你还能在我们周家赖到什么时候？有的东西。
行长，这位就是向咱们银行注资2000万的陈女士。程秀兰，怎么是你啊？妈，连连，妈妈不是说了吗？大夏银行注资的事情我来解决。周淑芬，如果我解决了银行注资的问题，你以后还为难我女儿吗？为难她？如果你真的给大夏集团2000万，我把你女儿供养起来。这关键是你这全市上下有2000块呢。行长，你们认识？他就是一个穷保洁，这拼了命的把他女儿塞进我们家攀高枝的寄生虫。周行长，不可能吧？我明明刚才在这支票上面看到有2000个亿啊！支票？你们都被他骗了。这支票啊，是环宇集团董事长夫人的。不可能啊，行长，我们已经验过他的身份了呀。今天早上，环宇集团董事长夫人跟我说，她丢失了一张支票，特意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办理挂失。你们怎么也不看看她穿一身保洁衣服，这支票怎么可能是她的啊？那是人脸识别，肯定是这个保洁在董事长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偷偷改掉的。我们差点都被这个老骗子给骗了。这张支票挂失，免得被有心人冒领。既然你们都不信，那我就让这张支票的主人亲自来处理。崔峰，咽气儿了没？有人说你给我的这张支票是我偷的，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呀？谁这么不长眼？我马上让助理备车，这件事我亲自处理。干什么崔峰？程秀楠，你装什么大有人啊？陈连连，你妈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股神见了崔董都得点头哈腰，居然还使唤上崔董了。你这个保洁真以为环宇集团是你家开的啊？周淑芬，我能帮你，是希望你以后别再刁难我女儿，可以让她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你个刷马桶的，你凭什么替你女儿出头？陈连连，你妈是不是有妄想症啊？觉得全世界都是你们家的？啊妈，你真以为你能横得了环宇集团吗？陈秀兰，你别在这狐假虎威了，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我还能不知道吗？你别打我妈！我就打你妈，我连你一起打。舒瑶，你把行李拿出来。周淑芬，2000万我已经安排人打给你了，你为什么还打我女儿？你不是承诺了会接纳我女儿吗？签不签由不得你。来人，给我摁住他们！你们家还都是一家借口豪啊！为了攀高枝，跟狗皮膏药一样。你放开我女儿！妈，我签，你们别动我妈！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这个保洁居然把崔董给叫过来了。马上跟周行长签合同，以我的名义向周家注资1个亿。一个亿？周行长，您将合同签了，注资合同即刻生效。崔董，合同已经签好了。老婆，女儿。崔峰，既然事情都办好了，你先回去歇歇吧。周特助，我们回环宇集团。是。我去，环宇集团给我们银行注资了1个亿。周淑芬，既然我已经帮你们拿到了银行的注资，你以后不会再为难我女儿了吧？呀，怎么会为难呢，亲家母啊？以后你们就是我亲生的。对对对，以后连连呀就是我的亲姐妹。你们不会真以为大夏银行2000万的注资是这个保洁拿到的吧？你们都先去工作吧，我处理点家事。老公，你说注资不是我妈拿到的，是什么意思啊？环宇集团的注资是我拿到的。今天无论这个保洁在不在这儿，
崔董都会来签合同。儿子，你说这个合同是你拿到的？那当然，除了我，还有谁能请得动崔董？这不对啊！儿子，刚才那个崔董来了，这明显是跟程小莲认识的。妈，肯定是这个保洁在崔家打扫卫生，提前知道了崔董今天会来银行签合同，不然凭他，怎么可能把崔董叫过来？真是煞费苦心啊！演了这么大一场戏，就差点就被他们给骗了。明哲，你赶紧让他把离婚协议给签了，省得他们死缠烂打。老公，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的，你也不想离婚，对不对？陈莲莲，你到底要不要脸？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老公，这不可能，你明明是爱我的。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娶你不过就是看你听话，想让你照顾我妈，伺候我妹，要不然以你的家世，根本进不了我周家的门槛儿。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明哲，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实话告诉你，我跟崔董的女儿崔一宁早就在一起，今天的注资也是他帮我拿到的。周明哲，你早就有了别的女人。原来你早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是又怎么样？陈莲莲，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一宁能给我周家注资1个亿，你能干什么？周明哲，原来你一直都看不上我。对，我就是看不上你。你除了洗衣服做饭，哪一点能跟一宁比？莲莲，现在你看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了吗？妈，我同意离婚，我们回家吧。这个婚早就该离了，但是他们这么欺负你，妈妈一定要他们后悔。就凭你一个做保洁的，让我们后悔，那是天大的笑话。既然莲莲已经同意和周明哲离婚，我就撤回注资的1个亿。谁给你的胆子顶着我爸的名号在这招摇撞骗啊？周保洁，你不是要撤资吗？你倒是撤呀！周特助，撤回环宇集团注资大夏银行的1个亿，另外冻结崔一宁名下的所有资产。大妈，拜托你演戏要演得像一点啊！周特助是环宇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只接受我爸一个人的命令。那崔峰有没有告诉你，现在环宇集团的每一个人每1分钱都是由我掌控？你一个保洁，掌控整个环宇集团，白日做梦。程小兰，你不是演的时间长了，你真以为你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吧？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现在没必要再演了，我们回家吧。莲莲，妈妈说过，一定要让他们后悔。我们后悔？陈莲莲，你还是赶紧把你妈送去精神病院吧。程小兰，你不是说让环宇集团撤资吗？你看，我们大夏银行不是好好的。什么？环宇集团要撤资？依宁，这怎么回事？这环宇集团要对我们银行撤资吗？这怎么可能？肯定是我爸搞错了。我打电话问一下。喂，周特助，环宇集团怎么从大夏银行撤资了？这是董事长的意思，抱歉。姨娘，你爸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给大夏银行注资的吗？现在怎么撤资了？环宇集团的事儿我也无权管，不过区1个亿，我也是能随随便便拿出来的。刷卡。真的吗，依宁？那太好了。崔一宁，你名下所有财产都被我冻结了，你怎么拿1个亿出来？我家未来儿媳可是环宇集团的千金，环宇集团他的卡怎么可能被你这个保洁给冻结？就是，不就是2000万吗？就是2个亿，依宁都拿得出来。就是，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清楚，一宁到底有多有钱？崔小姐，您的卡被冻结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能啊！姨娘，这是怎么回事啊？银行要是没有这笔注资，会陷入信贷危机的，一定要想想办法。别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喂，爸，我的卡怎么被银行冻结了？冻结？我去查查。崔董，大夏银行的人说了，是因为依宁小姐抢了连连小姐的老公，双方发生了冲突，所以陈女士才冻结了依宁小姐的卡。这个孽畜，居然连连连的老公都抢！备车去大夏银行。我爸已经去给我解冻银行卡了，明哲想的一切我都能给他。至于你们母女，一个保洁，一个家庭妇女，能干什么呀？崔一宁，就仗着你爸是崔峰，你就可以肆意插足别人的婚姻吗？不被爱的才叫小三，明哲爱的是我，你女儿才是小三。你女儿要是实在想缠着我们家明哲也可以，等我和明哲结婚以后呢，她就可以继续留在周家当保姆，给我洗衣做饭，伺候公婆。毕竟她这身贱骨头啊，也就只能做这些了。崔一宁，你插足我们的婚姻，很得意是吗？能嫁给明哲是我的本事，而你只是一个被休了的二手货。崔一宁，只要我想，马上可以让你一无所有。程秀楠，是麻子刷晕了吧？你有什么能耐让依宁一无所有？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臭保洁口气这么大？就算我抢了你女儿的老公，大妈，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你这不知廉耻的小三儿样，简直跟你那小三儿妈一模一样。臭保洁的，你敢骂我妈？你妈当年不就是插足别人的小三儿吗？你当小三儿也是你妈教的吧？就你也敢骂我妈？崔一宁，你凭什么打我妈？我打就打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既然你妈没教好你，我来教。这巴掌是打崔峰教女无方，这巴掌是打你妈是个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儿，这巴掌是打你不知廉耻插足我女儿的婚姻。臭保洁，你找死！你们一个神经病，一个狗屁膏药，找死吧！陈秀楠，就因为依宁比你的女儿要优秀，你在这儿发什么疯啊？你简直就是神经病！这件事要是让崔董知道了，饶不了你。妈，我们快走吧，要是让崔董知道，我们就完蛋了。连连别担心，崔峰来了，要完的是他们。想走，晚了。来人，给我把他们两个摁住，把这个保洁还有这个贱骨头的嘴给我抽烂。崔一宁，你别动我女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冲你来？你放心，臭保洁，我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你们别动我妈，她年纪大了，冲我来。可真是母女情深啊，求人也该有个求人的态度吧。连连，别求他。崔大小姐，我求你，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别动我妈。陈连连，你可真是听话，让你跪你就跪呀。他呀，就是我的一条好狗，在周家，我让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你们母女现在知道后悔了？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像他们这种人，不给点颜色瞧瞧，就知道得寸进尺。崔一宁，你不是说只要我求你，你就放过我妈的吗？我说了吗？你听见了？谁听见了？没听见。我可没听见。陈连连可真是听话，听话到我想把你留在周家，给我洗衣做饭，伺候公婆了。可惜这小脸啊，太好看，好看到向人划烂。崔一宁，你敢动我女儿，我让崔峰把你从怀孕除名。死到临头还在嘴硬，那是我爸，他不帮我，难道帮你这个保洁啊？秀兰，你现在给依宁跪下，说不定崔董还能饶你一命。臭保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从怀孕除名。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爸，你来啦！亲家公，我是你女儿未来的婆婆。崔董，我是一宁未来的小姑子。爸，你都不知道，刚才你没来的时候，这对母女到底是怎么对我的？爸，你可千万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亲家公，您刚才没看见这个保洁，她居然敢骂一宁。我看呀，最好撕烂这个保洁的嘴。爸，最好把这对母女投到海里去喂鱼。一宁，你刚刚对他们母女做了什么？我就是扇了他们几个巴掌。爸，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周特助，给我狠狠的打！是。爸，你为什么打我啊，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的女儿只有陈连连一个人。什么？陈连连才是你的女儿？我的女儿只有陈连连，这个人我不认识。爸，你不认我了吗？明明我才是你的女儿啊！我没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你好自为之吧。你就因为这个保洁，还有这个陈连连，你就不认我了，爸？老婆，女儿，我来晚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崔董是来帮陈秀兰的，难道陈连连才是寰宇千金？陈连连她不可能是寰宇集团的千金，否则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一点迹象。我看崔董就是可怜陈秀兰母女，你们别多想。我们俩，崔峰，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你还是先滚回寰宇集团吧。陈秀兰居然这么敢跟崔董说话，她不就是一个保洁吗？秀兰才是寰宇集团真正的继承人，只要她一句话，任何人都可以滚出寰宇，包括我。这怎么可能？难道陈秀兰才是寰宇董事长？崔峰，崔一宁插足我女儿的婚姻，她必须从寰宇出名。老婆，都听你的。周特助，把崔一宁还有她那个妈从寰宇出名，同时冻结他们名下的所有资产。崔董，这周国栋，我是怎么教你的？自从秀兰继承寰宇的那一刻起，寰宇的一切事务都由她说了算，哪怕她要将我赶出寰宇，你也必须照做。陈秀兰真的是寰宇集团的继承人？陈连连才是寰宇千金。喂，新董事长吩咐，从今天开始将崔宁和他妈逐出寰宇，冻结其名下所有财产。爸，你以前最疼我了，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不对？把崔一宁给我拖下去！来啊，拖下去！爸，陈连连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老婆，你才是我唯一的妻子，连连是我真正的女儿。崔峰，你真的舍得赶走崔一宁？老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崔峰，你根本就不是良心发现，你是发现你那个小三儿背着你偷情，就连那个崔一宁也不是你亲生的，所以你现在又跑回来找我，想认回连连。我要是知道崔一宁不是亲生的，干嘛把她带在身边啊？你本来也不想赶崔一宁走，但谁让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呢？你也只好顺水推舟。老婆，你果然是商业奇才啊！我这点心思瞒不了你啊。崔峰，我太了解你了，你年轻的时候就自私自利，我可不相信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话。什么？陈秀兰才是崔董的原配，崔一宁不是崔董亲生的，那岂不是陈连连才是寰宇集团的千金啊？明哲，去哄哄连连。连连，周明哲，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给我滚！周明哲，我不想再看到你，给我滚！连连，你不是最爱我了吗？周明哲，我女儿已经和你离婚了，还不赶紧滚！亲家母，你是寰宇集团的董事长，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不是误会大了吗？误会什么呀？我不是早就向你们银行注资了1个亿吗？你非但不信，还对我女儿恶语相向。
你现在说误会，是不是晚了点儿？阿姨，我们知道错了。谁是你阿姨？我女儿已经跟周明哲离婚了。另外，我会让所有和环宇集团有合作的公司都从大夏银行撤资，你们等着破产吧。不要啊！大夏银行可是我们周家一辈子的心血呀！来啊，共同带走！不要！不要啊！不要啊！老婆，重回环宇集团吧。我既然已经继承了集团，我当然会回去。听说了没有？新上任的董事长是个保洁，不是说是个商业传奇吗？现在环宇集团危在旦夕，怎么还让一个保洁来掺和？各位好，我是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大妈，你走错地方了吧？我说怎么可能让一个保洁来管理环宇集团？就是，你一个保洁还懂什么管理集团，还什么商业传奇？我看是刷马桶的传奇还差不多。大妈，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环宇集团不欢迎你。徐总，现在集团高新市场突然崩盘，股价暴跌，不少集团想要撤资。不过这个消息还没透露出去，如果这个月不能解决的话，集团将面临直接破产。现在集团股价暴跌，银行也不允许我们进行贷款，加上不少合作方要求我们结款，集团就撑不住了。我说这个老东西为什么非要我重回环宇集团？原来集团内部早就千疮百孔了，哪有什么万亿的现金流？徐总，我建议将环宇名下所有大型商场抛售。按你说的去处理吧，现在资金链快要断裂了，也只有这样了。谁说环宇集团快撑不住了？大妈，我们徐总经营公司多年，身经百战，你一个保洁还敢质疑我们徐总的决策？如果集团高管的决策就是这种水平，环宇破产也是迟早的事。我们的决策不对，难道你这个保洁的决策就对了？还跟这个保洁废什么话？马上去抛售环宇名下所有的大型商场！真是好言难劝，该死鬼！大妈，你再这样说风凉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如果现在把集团名下的所有商场全部抛掉，那么马上所有人就会知道环宇集团陷入了资金危机，集团的市值会大幅下跌。我认识的有人暗中操作，别人不会知道。大妈，您对集团业务一窍不通，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现在只有抛售商场才能保全环宇。按照我的吩咐，马上抛售环宇名下所有的大型商场。环宇商场抛售掉以后，我们增加了50万亿资金，资金链恢复了。你们高兴得太早了，那些合作商马上就会知道环宇陷入了危机，会纷纷撤资，环宇的市值将大幅下降。大妈，我们让你站在这里是给崔总面子，你就算帮不上忙，也没必要在这里诅咒环宇集团嘛。我建议把所有资金投入到我们集团正在做的高新产业里面。我赞同，现在只要稳住环宇的高新产业，就能逐渐摆脱环宇的危机。没时间了，集团的资金链很快就会断裂了。大妈，我说你能盼着集团点好吗？我只是实话实说，按照你们的决策，资金链崩断是必然的事情。你这个臭保洁会不会说话？大妈，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只能请你出去了。这怎么可能？集团资金怎么突然下降这么快？不应该啊！抛售大型商场之后，我们的资金应该是充裕的。想知道为什么吗？喂，陈董，你跟我交个底，你们环宇集团是不是马上要破产了？怎么会呢？只是暂时性的危机，马上就解决了。我可不敢跟你赌，我要撤资。怎么会这样？合作商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果然和这个保洁说的一样，现在整个商界都知道环宇集团就要濒临破产，股民们大肆抛售股票，市值暴跌。徐总，现在怎么办？没办法了，环宇集团只能等待破产了。不过是一点小挫折而已，怎么就会破产呢？小挫折？大妈，你知不知道环宇现在面临多大的危机？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说一个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
我还真就有办法能救环宇集团。你一个保洁能有什么办法？大妈，你要是闲着没事去刷厕所行吗？别在这添乱了。我也不想管呀，那谁让环宇是我一手创建的，我实在是不想看着环宇毁在你们手里。你一手创建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做商业传奇了呀？毁在我们手里，你知不知道环宇现在的情况？神仙难救，你行你上啊！大字不识几个，真就是来环宇指点江山了。诸位放心，既然我回来了，就不会让环宇跌下全球第一的神坛。大话谁不会说呀？你不会是小说看多了吧？真以为自己是商业传奇，能够力挽狂澜了吧？安静！你们现在立马照我说的做，把集团手上的高薪项目全部抛掉，全部买入绿色能源产业。什么？那可是环宇的核心项目呀！要是全部抛掉，环宇就一无所有了。我们集团能有现在这个规模，靠的就是高新技术产业，不能砍掉。大妈，你到底懂不懂啊？现在的环宇集团要是抛掉高新项目，无异于是自寻死路啊！就是啊，陈董，高新项目是环宇的立足之本呀。你们对商业真是一窍不通啊！我们怎么操作，还轮不到你一个保洁来指指点点。你们操作的结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集团的资金链断了。你周特助，把环宇手上的高新项目全部抛掉。陈董，这高新项目是我们环宇的命脉，全部抛掉，很有可能让环宇血本无归。您确定吗？我确定，抛售完成之后，全部买入绿色能源产业。陈董，已经吩咐下去了，大概3分钟会全部完成抛售。好，我知道了。高新项目要是抛掉，环宇集团就彻底完了。况且现在绿色能源在国内也不算是新兴产业，很可能资金都会打水漂啊。大妈，要是因为你环宇集团破产了，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如果环宇集团因此破产，我一力承担。你一个保洁能承担什么？就算把你全家都卖了，都偿还不了损失的1/1000。你们还真觉得这个保洁会承担啊？要是环宇破产了，他跑得比谁都快。大家稍安勿躁啊，环宇很快会迎来转机了。稍安勿躁，你不会真觉得自己随便指挥2下就能让环宇集团起死回生吧？环宇集团不能就这么毁在一个保洁手上。我现在就给我叔打电话，让这个保洁滚去刷马桶。大妈，你就等着被我叔革职吧。崔峰革职我，要不是他求我，我根本就没有打算重回环宇集团。崔董会求你这个保洁继承集团？哼，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我不管你是靠什么当上集团董事的，但是今天你必须滚出环宇集团。崔叔的电话接通了。徐总，一定要让崔董罢免这个保洁呀！崔叔，新上任的陈董将我们所有的高新产业全部抛售了，而且全部买入了绿色能源产业。崔董啊，你快回来公司执掌大权吧！再任由这个保洁指挥下去，公司早晚要破产呀！秀兰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您难道忍心看着环宇数十年基业就这么毁于一旦吗？够了！环宇集团现在全权由新任董事长掌控。我看崔叔真是老糊涂了。崔董竟然真的任由这个保洁乱来！大妈，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大家的？按照我的决策，最多只是资金链断裂。现在好了，环宇就彻底完了。你现在就说环宇要破产，是不是早了点儿？原来环宇还能靠高新产业维持运转，现在环宇一无所有了呀！我看这个保洁就是存心来祸害环宇的。等等，徐总，你看环宇的市值动了。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为了给公司注资，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贷款10万亿，现在都被这个保洁毁了。这就是你说的救环宇集团？按照我的决策，环宇集团只是资金链断裂。现在好了，环宇集团就彻底完了。诸位放心，股价下跌只是暂时的，集团的市值马上就要有转机了。环宇集团市值下跌20%，这就是你的决策？我们环宇还没沦落到要让一个保洁来当董事长，
这位大妈，请你滚出环宇集团！滚出环宇！滚出环宇！你看，股票又跌了，完了，完了，环宇集团彻底完了。现在股价下跌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刚刚抛售了高新项目，等绿色能源产业买进来以后，市值就会趋于平稳。马上趋于平稳？大妈，你自己在这里玩过家家吧，我不伺候你了。哎，涨了涨了，环宇的股票涨了，涨了涨了，快看！涨了有什么用？只不过是刚涨回到刚开始的市值，环宇集团还是面临着破产危机。不管怎么样，起码暂时稳定下来了。不好了，环宇集团绿色能源产业遭受不明外企攻击，如果1个小时不能解决，绿色能源产业将血本无归啊！鼎盛集团这么多年一直想吞并环宇集团，这次来势汹汹，我们集团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建议马上抛售自己手里的股份，起码还能保本。陈董，你有什么办法吗？你不会真觉得这个保洁能够挽救环宇吧？可是环宇集团不能破产，我所有的资产都压在环宇了。那你还不趁现在赶紧抛售环宇的股份，不然等环宇真的破产了，就一点返还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全部的身家都压在环宇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环宇集团要是破产，我们全家都要露宿街头啊！诸位稍安勿躁，现在的危机是暂时的，我马上打电话给兰花集团，请求他们支援。兰花集团？你说的是全国排名第1的那个兰花集团？就你一个保洁，能认识兰花集团的人？兰花集团是全球第1财团，就是10个鼎盛集团也不能与之抗衡。只要能得到兰花集团帮助，环宇的危机就能解决了。连崔董都结交不到兰花集团的人，你一个保洁怎么可能会认识？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兰花集团的人，环宇的危机早就解决了，还用等到现在？市值马上就要跌停了，你不会还指望这个保洁？我可不想亏得血本无归。喂，秘书，把我现在手里所有的股票全部抛售。事到如今，你们还相信这个保洁的话呀？薛总，我跟您不一样，我所有资产都压在环宇了，我不能走。你现在不赶紧抛售手里的股份，就等着血本无归吧。我说了，我能救环宇集团。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回环宇集团。喂，微微，有件事要请你帮个忙。师傅，您尽管说。鼎盛集团在攻击我们环宇集团，现在我们集团资金链断了，撑不了多久了。师傅，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大家不用担心，虽然鼎盛集团来势汹汹，但是只要兰花集团的总裁出手，鼎盛集团就会全军撤退。你别胡说了，你就是一个保洁，怎么能让兰花集团总裁出手相助呢？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要是认识兰花集团的总裁，你早就一步登天了。我看你还是别指望这个保洁了，还是赶紧想想有没有别的法子能挽救环宇集团吧。不行，环宇集团不能破产，我所有的身家都在环宇集团了。师傅，我已经让人去攻击鼎盛集团了。另外，我会向环宇集团注资300万亿。好，我知道了。兰花集团已经去攻击鼎盛集团的资金链了，并且兰花集团会向我们注资300万亿。环宇集团最鼎盛的时候，市值也不过300万亿。兰花集团凭什么给我们集团注资300万亿？事到如今，我也不瞒着你们了，兰花集团的总裁是我的徒弟。什么？我说，大妈，你是不是有臆想症啊？居然敢说兰花集团的总裁是你的徒弟？就是，陈董，你救不了集团没关系，可是你别胡说呀！我劝你们啊，还是跟我一样，抛售股份，跑路吧。陈董，这到底怎么回事？被人改了，美孚市值了什么钱？微微，你是不是没有按我说的去做空鼎盛集团的资金链？师傅，按照公司智囊团的意思是先吞并鼎盛集团的产业。
现在马上不惜一切代价去做空鼎盛集团资金链，环宇集团快撑不住了。公司智囊团说，必须先吞并鼎盛集团的产业，迫使他们资金回防。如果要强行做空鼎盛的资金链，恐怕得不偿失。我知道你们是为公司考虑，但是从现在开始，按我说的去做，做空鼎盛集团的资金链。是，师傅。我说大妈，事到如今，你还有必要装模作样的打电话吗？就是陈董，你知道强行做空鼎盛集团资金链需要多少资金吗？就算你真的跟兰花集团总裁有交情，可是他们怎么会为了你冒这么大风险？大妈，现在好了吧？谁的意见你都不听，我看环宇就要毁在你的手上了。你们看，股价不是回升了吗？什么？涨了！环宇集团的市值涨了，我没眼花吧？环宇集团的市值还在涨。这不可能！怎么会？我的股份已经全部卖了，我亏大发了。陈董，环宇市值回升之后，本来要解约的那些集团，现在又上赶着想要和环宇集团重新合作。您看，这些事情你去处理就可以了。现在会议结束。陈董，您的办公室已经给您安排好了，您稍等，我安排2个人给您打扫一下。不用，我自己打扫就行。好，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喊我。若云姐，你儿子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居然给你安排了这么大的一个办公室。我儿子可是环宇集团的总监，别说一个办公室，只要他开口啊，给我租个办公楼都不是问题。真的吗，若云姐？你儿子也太有出息了。何止是有出息，半个环宇集团都得听我儿子的。哟，这不是我的老同学陈秀兰吗？现在怎么混成保洁了？保洁怎么了？你就只配呀，给若云姐打扫卫生。给若云打扫卫生？知道你打扫的这间办公室是谁的吗？谁的呀？这间办公室是若云姐的。以后见到若云姐啊，要叫云总，知道了吗？哦，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儿。你一个保洁能知道什么呀？不是给若云姐准备的，难道是给你一个保洁准备的？那如果我说这办公室还真是给我准备的？给你准备的，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如果不是给若云姐打扫卫生，恐怕这辈子你也进不了这间办公室的门吧？那如果我说进不了这间办公室的人，可能是你们呢？陈秀兰，谁让你坐我的椅子的？都给我做脏了，真是晦气！陈秀兰，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敢坐若云姐的椅子！这间办公室真是我的，我怎么就不能坐那张椅子了？你知不知道这间办公室只有环宇集团的管理才能用？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保洁？哦，就因为我穿着保洁的衣服，所以你们就对我百般嘲讽。玉梅，别跟他废话，我现在就给环宇集团的人事打电话开除你。你打，我看你怎么开除我。你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我劝你现在呀，赶紧给若云姐道歉，要不等一会儿若云姐让人事把你开除了，你哭着求若云姐可没有用。你儿子是总监对吧？行，我看总监怎么开除我。今天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人事吗？你立马过来一趟。陈秀兰，如果你现在给我道歉，求我原谅，我还可以考虑一下不开除你。你可考虑清楚了，如果被环宇集团开除了，可没有集团再会录用你了。你们怎么就觉得被开除的那个人一定是我呢？被开除的不是你，难道是我吗？陈秀兰，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这架势，
真的把自己当成环宇集团的高管、股东啊？我不是集团高管，我也不是股东。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最好。你呀，就是一个刷马桶的保洁。其实我除了保洁还有别的身份。就你呀，除了保洁还有什么身份呀？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大家都是同学，你即便混得不好，也不用在这装腔作势吧？我劝你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别再做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春秋大梦。陈董，请问要开除谁？陈董，他真的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怎么可能？我听说他女儿出嫁，他连陪嫁都给不起，怎么可能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那他怎么叫做董事长？他肯定是他的一个亲戚，叫来撑场面的。陈秀兰，你为了装腔作势，把亲戚都叫来了。你们说他是我亲戚，我真是这家集团的董事长，你们怎么就不信呢？你说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还是兰花集团的董事长呢。你还想不想在环宇集团干了？赶紧把这个保洁开除了。两位，这位是集团的陈董，我怎么能开除他呢？你好歹也是环宇集团的人士，没必要陪着这个保洁胡闹吧？你知道若云姐的儿子是谁吗？我儿子啊，可是环宇集团的总监，一会儿他来了，把你们两个都开除了。陈董在这里，你们怎么开除我？陈董，他们两个就是徐总监塞进来的人，您看要不要开除了？行，就按你说的办。另外，叫他儿子一起办离职。好。让我儿子去办离职？陈秀兰，你可越来越会说瞎话了。若云姐，我看不如你把儿子叫过来，狠狠地打他们的脸。我看这两个人呐，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你说的对，你们两个啊，真的惹到我了。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们呀把你们两个都开除了。你打，我看你儿子怎么开除我。喂，儿子呀，今天呀我来你们公司任职了，遇到一个保洁说要把我赶出去，你能不能派人过来一趟？你可是我徐磊的妈，谁敢把你赶出去？我现在马上让人去看看。行，妈今天非要给这两个人看看，不然啊，他们以为我是纸老虎呢。妈，你放心，半个环宇集团都得听我的，一定不会让您被欺负的。行，儿子，那你先忙啊。对了，妈，最近我们环宇集团新上任董事长，现在就在公司，您当心点，别冲撞了他。你们董事长长什么样啊？他啊，听说是个保洁。保洁？这个公司保洁这么多，总不可能是这个陈秀兰吧？那你们董事长叫什么名字？陈秀兰。什么？儿子，你确定他叫陈秀兰吗？对，您注意着点，别把人得罪了。我先忙工作了。好的，好的。若云姐，你儿子说的董事长真的是陈秀兰吗？你傻呀？怎么可能？他只不过跟陈董的名字一样罢了。陈秀兰，我儿子马上就派人过来了，还有你这个瞎了眼的人事，要是不想滚蛋啊，就赶紧给我道歉，赶紧给若云姐道歉，不然等若云姐的儿子来了，要你们好看。要我们好看？拨通徐磊电话，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喂，是徐磊吗？陈董，我是徐磊，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要事吗？你现在来一趟环宇集团就知道了。陈董，您等我，我马上就过来。哎，陆源，这是你宝贝儿子徐磊，你要不要接一下？好啊。哎呦，何必呢？假装给我儿子打电话，有意思吗？陈秀兰，你总这么演戏累不累呀？我儿子马上就派人来了，你就等着揭穿你的真面目吧。好，我等着。你们知道你们招惹的是谁吗？他可是环宇集团的陈董，我劝你们现在赶紧给他道歉，不然等一会儿徐总监来了，也救不了你们。哼，你吓唬谁呢？让我们给一个保洁道歉，想多了吧你？这半个公司都是我儿子说了算，就算陈董来了，也得给他几分薄面。
你儿子这么大的权力啊，居然都不知道。你个当保洁的知道什么？确实是一个小小的总监，有的时候会注意不到。要不是今天你在这胡搅蛮缠，我都不知道徐磊这个人。装什么呀？若云姐的儿子是高管，你就是一个保洁，没听过也很正常啊。陈董，徐磊也要开除吗？他平时工作还算努力上进。开除，他任人唯亲，一定要开除，而且这件事情要放在公司公示，以儆效尤。好，陈秀兰，你是不是这几年穷得得失心疯了？连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若云姐的儿子有实力，若云姐走后门怎么了？不像你那没有出息的女儿，给别人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还被休了。真的吗？他的女儿真的被休了？我刚刚在同学群里问了一嘴，他们说啊，陈秀兰的女儿傍上了周家，原本以为是衣食无忧，结果人家婆家嫌弃陈秀兰穷，还把她休了。难怪现在说话疯疯癫癫的，还妄想说自己是董事长呢。当初陈秀兰的亲家让陈秀兰拿出2000万，要不然就离婚。陈秀兰当时就大发厥词，还对他的亲家吹嘘说自己就是华宇集团的董事长。真是女儿没出息，妈也跟着丢人呢。徐若云，你说谁呢？激动什么呀？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就是，你女儿现在就是一个没人要的二手货，给我儿子提鞋呀都不配。陈秀兰，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怎么了？你女儿就是个没人要的烂货，还不让人说了，还妄图想攀附周家，现在被人家扫地出门，还不是你们吗？徐磊，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到华宇来！陈总，您等我，我马上就过来。你个臭保洁，你敢打若云姐？你个臭保洁，就好好打扫你的卫生，还蹦出来为你女儿出头啊！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保洁，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们2个，我今天就让你儿子从华宇彻底滚蛋！我看该滚蛋的是你吧！你儿子，妈，出什么事情了？妈，怎么了？儿子，就是这个女人都不进抢妈的办公室，还扬言要开除你。就是大侄子，可得好好的惩罚这个保洁。妈，你放心，谁敢欺负你，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你一个臭保洁的，敢给我妈顶嘴！陈董，陈董，儿子认错人了吧？就是，谁不知道他就是一个保洁，怎么可能是你口中说的那个陈董呢？你们刚刚说的抢办公室的就是这个保洁，就是他，他不仅抢我办公室，他还打我跟玉梅。赶紧给陈董道歉，你们做错了，这就是陈董的办公室。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一个保洁。别说了，赶紧给陈董道歉，不然我被开除了。不用道歉了，徐磊，你跟人事去办一下离职吧。不行不行，秀兰，你看你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误会闹大了。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这一次吧。刚刚不是误会你抢了若云姐的办公室吗？你们想多了，刚才的事儿我根本就没计较。真的吗？要不说秀兰怎么能当董事长呢？这度量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但是徐磊，你任人唯亲，所以必须开除，否则以后公司不知道进来多少不明不白的关系户。秀兰，你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你不要开除我儿子行吗？就是大侄子在你公司尽职尽责的，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秀兰，算我求你了，我们一大家子可绝指望我儿子养活呢。你要是把他开除了，我们全家可怎么办？秀兰，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跟我儿子没关系啊。我刚才都说了，咱们2个的事情我没计较，但是你儿子任人唯亲，所以必须开除。陈总，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求你了。看在我妈是你老同学的份上，求你别开除我行吗？就是秀兰，你别总是得理不饶人呐。
环宇集团对外抛售大型商场，濒临破产，股票跌停。妈，快起来！什么？环宇集团要破产了？对，环宇集团要破产了，破工作不要也罢。原来是这样，那你还在这装什么？环宇集团早就恢复正常运转了，这个徐磊还没收到消息，也好，省得这对母子继续缠人。那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离职了，就跟人事去办下手续吧。哎，你刚才打了我妈，赶紧给我妈道歉。啊，你是觉得你现在不在环宇了，所以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了？你环宇集团马上成光杆司令了，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长呢？兰花集团早就要请我去当总监了。谁稀罕咱这个快破产的公司？兰花集团，就那个全国最大的兰花集团。是的，妈。还是大侄子有出息啊！兰花集团的人都抢着来挖你了。你早说呀，我们还求他干什么？就是啊，这环宇集团呐，就是庙小菩萨多。徐磊，你是觉得离开环宇以后，你就可以顺利入职兰花集团了？那不然呢？那如果我说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入职兰花的梦破碎，环宇集团在鼎盛时期，兰花集团说不定会给你们3分薄面。但是现在，环宇集团大厦将倾。你这么说呀，我就更想知道了，兰花会不会给我这个薄面？微微啊，我听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徐磊的总监收到了你们兰花集团的入职邀请。是啊，怎么了？是这样，这个徐磊被环宇集团开除了。师傅，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装腔作势。哎，陈秀兰刚给兰花集团打了个电话，徐磊的电话就响了。怎么回事？陈秀兰刚给兰花集团打了个电话，徐磊的电话就响了。你慌什么？巧合而已。不会吧？真的是兰花集团？这呀，肯定是催我儿子入职的，你少乌鸦嘴了。喂，你好，是徐先生吗？是我，怎么了？我刚刚收到指令，兰花集团暂时不能让你入职了。为什么？到底什么原因？环宇集团新任董事长是我的师傅。你是说陈秀兰是你的师傅？没错，之前我们兰花集团之所以向您发送了入职邀请，也是看在我师傅的面子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这句话你应该去跟我师傅说，你好自为之。怎么了？儿子？妈，我被兰花集团拒绝入职了。怎么会这样？兰花集团的人事说，陈秀兰是他的师傅才给我发的入职邀请。完了，这下彻底完了。环宇集团恢复正常运转，兰花集团向环宇集团注资300万亿。妈，怎么办？2家集团都被我们得罪了。儿子，没事儿，咱去其他集团照样当总监。没用了，我现在被业内封杀了。陈秀兰，你不就是靠吹风才当上董事长的位置吗？你牛什么？你信不信我曝光你？你曝光我什么？当年孙雅琴和崔峰刚结婚，本来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你横插一杠。孙雅琴，你知不知道，她才是插足我婚姻的小三儿。雅琴马上就到，看着怎么曝光你。她要来啊？好，我是真想看看她怎么曝光我。是谁敢在环宇集团的地盘上撒野？孙雅琴，你和崔玉宁不是已经被崔峰扫地出门了吗？你还敢来环宇？哎，怎么了，雅琴？你不会像他说的那样，真的是小三儿吧？怎么可能？那个保洁就是插足我跟崔总感情的第三者。我是第三者，你确定？雅琴，既然崔董不向着你，咱们女人就为自己拿回公道。若云，你想怎么做？如果我们把环宇集团现任董事长是靠小三儿上位的事发到网上，大家还会让他当董事长吗？崔峰为了这个老女人，
居然敢将我赶出崔家。虽然当年是我插足了他们的感情，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陈秀兰，你就等着被曝光，然后身败名裂。我是崔峰的原配妻子，但被这个保洁插足家庭，害得我被赶出家门，我这露宿街头。可是这个保洁却当上了环宇集团的董事长，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王法呢？录好了，快来看看视频拍的怎么样？我是崔峰的原配妻子。这条视频马上找记者曝光出去。孙雅琴，你真是蠢的可以啊！你觉得这样就可以影响环宇和我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陈秀兰，上学那会儿，我怎么就没发现你有当小三的天赋呢？若云姐说的对，这个女人就是厚颜无耻的。哼！什么狗屁陈董，我还以为有多牛呢，原来是靠插足别人的感情上位的。孙雅琴，谁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件事情继续闹下去，只能是你自食恶果。如果能扳倒你，两败俱伤又能怎么样？不好了，陈董，这件事情在网上发酵很快，网民们纷纷抵制环宇集团。陈秀兰，你刚刚不是很生气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滚出环宇集团吧！就凭你们，也想让我滚出环宇？孙雅琴，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澄清，还是我让崔峰来澄清？就算崔峰知道了，他能把我怎么样？你觉得现在网友是相信你跟崔峰的话，还是相信我这个受害者的话呢？你是觉得我拿你没办法啦？现在大家都相信我，你能怎么样？好，看看，这是崔一宁和崔峰的亲子鉴定报告。你跟了他这么多年，崔一宁居然不是他亲生的，你觉得现在网友会信谁呀？亲子报告也能作假？你觉得网友会信你吗？既然你觉得网友不会信我，就以后你自己来澄清吧。你是不是疯了？我为什么要帮你澄清？你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你等着身败名裂吧。孙雅琴啊，我知道崔峰虽然把你和崔一宁扫地出门，但是还是给了你一张信用卡，还有一处房产，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些在我名下呀，我有权利收回的。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超过5000万了吧？这些都是崔峰给我的安置费，你说收回就收回。你不信啊？那行，我就让人收回了啊。崔峰爱的是我，他不可能把给我的安置费收回去的。周特助，马上收回孙雅琴名下的所有房产和财产。这不可能，崔峰不可能收回我的房产的，我要见崔峰。什么？你是说崔家的财产全部都在陈秀兰的名下？你给崔峰灌了什么迷魂汤了？我才懒得给他灌迷魂汤呢。崔峰只有连连一个亲生女儿，他不想绝后的。陈秀兰，我可以帮你澄清，你把财产还给我好不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给你个机会。那你现在就把那些房产过户到我的名下，我马上帮你澄清。孙雅琴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你看现在可以了吧？我已经帮你澄清了，你能把那些财产还给我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不好意思，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那些资产再放回你的名下。你如果不把那些资产转回到我的名下，我现在立马告诉大家，是你胁迫了我。孙雅琴，要不你现在看一下手机，崔峰刚才把和我的离婚证发到网上了，你是小三的名号坐实了。雅琴，这网上都说你才是小三儿。
这一下你的名声彻底臭了呀！孙雅琴，你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知道现在身无分文，你还活不活得下去？谁说我身无分文了？兰花集团的副总裁看上了我的女儿，我们家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雅琴，你女儿真的跟兰花集团的副总裁一起了？当然了。那你能不能让他把我儿子调到集团当总监？你放心啊，我儿子绝对是有能力的。就是因为这个陈秀兰看不惯我儿子滥用私权，开除了我儿子。当然可以，陈秀兰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陈秀兰，你刚刚认识的那个兰花集团的人事，根本就不能跟兰花集团的总裁相提并论。只要兰花集团的副总一开口，立马把你那个徒弟赶出兰花集团。我徒弟是兰花集团的总裁，一个副总不能把他怎么样。你知道兰花集团总裁是谁吗？却敢碰瓷儿！我碰瓷儿？孙雅琴，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那个准女婿，那个兰花集团的副总，把你女儿给踹了？就凭你要不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还不是跟你那个女儿一样没用？你女儿管不住男人，你也一样管不住男人。孙雅琴，你女儿抢了我女儿老公这件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女儿的老公被抢，是你女儿不中用，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你女儿只配给男人洗衣做饭生孩子。我告诉你，你跟你女儿这样的人才叫不中用，只能靠男人才能生活下去，被男人踹了就只能摇尾乞怜。你还不是靠着崔峰才走到了今天，又比我高上多少呢？等我女儿跟兰花集团的高管在一起，我一定让她吞并了环宇集团。不好意思，要让你失望了。薇薇，你们兰花集团的副总裁是不是和那个崔一宁在谈恋爱啊？副总就在我旁边，他说是有个叫崔一宁的对他死缠烂打。您放心，我知道崔一宁是当年抢你老公的女儿，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陈秀兰，你怎么可能认识兰花集团的总裁？别装了你！新闻上说，陈秀兰就是当年一手创建环宇集团的商业传奇。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陈秀兰不是一直就是保洁吗？你看，兰花集团总裁发布声明说，兰花集团的实际所有者是陈秀兰，兰花集团现任总裁只是代替掌管。可掌控两大财团的创始人，怎么可能会是个保洁？当年我隐退商界，只是因为想跟我女儿过平淡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让我们过平淡的生活，我在商界也略有一点资产。喂，连丽啊，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现在就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各位，女儿让我回家吃饭了，不奉陪了。